蒙兰院子的铁皮终于拆了，各位姨姨们辛苦了。北洞虽然动作慢是慢了点，最终还是行动了。目前的话，就交流窗还封着，其他都恢复如初了。事情的起因便是10月15日蒙兰越狱事件。当天，蒙兰爬到围栏上开启了越狱，后来奶爸用食物成功的将蒙兰劝返。当天晚上，北洞连夜便进行了防护，而北洞防护的方式便是用大铁皮封死。本来蒙兰的室内就小，毫无活动空间，结果蒙兰一攀爬，你把室外都给封死了。这下室内室外妥妥的一股纯欲风，简直暗无天日。这一行为立马引得全网熊猫粉的不满，全网姨们那是集体讨伐北洞。好在经过姨姨们1个星期的努力，就在今天，北洞也是终于拆除了铁皮。今天蒙兰一上班，看到铁皮被拆除，那是肉眼可见的高兴，甚至看到姨姨们镜头对着他时，他直接高兴的摇手，看得出他知道这是姨姨们努力的成果，他很高兴，开心的同时也很感激姨姨们。就在今天下午加餐时，他吃窝窝头都是满脸笑容，边吃还边对着姨姨们笑。在这里我有话说，其实蒙兰并不是想越狱，他只是觉得活动的空间小了，所以才有攀爬的行为。每次蒙兰一攀爬，你们想的不是怎么改善，而是怎么惩罚。这是以前蒙兰的院子，通过围栏还能看到外面，后来因为越狱，围墙上增加了顶棚，前段时间又焊铁皮，北洞这些等等做法，无一不是把蒙兰往绝路上逼。试问一下，蒙兰的院子大了，天天开开心心的上下班，他还会想着越狱吗？不信你看看秦岭的秦韵，人家每天都是想着怎么玩，哪有心思去越狱？蒙丹，这得喊保安了。卧槽！北洞掀起了越狱热潮。前几天蒙兰才进行了越狱，这仅仅才过去了6天，蒙大也开始了越狱，并且差一点就成功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一大早，蒙大就开始掀井盖。这个月已经不记得这是蒙大第几次掀井盖了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掀开井盖就跑。然后奶爸就把他叫到跟前，对他进行了谈话。谈话时，蒙大疯狂点头，像个犯错的孩子在认识错误。他点头啊，再次悉心接受教育，坚决不能改变。可是奶爸前脚刚走，蒙大转头就来到了围墙边，看这样子明显不服奶爸的教育呀，然后就开始研究围墙边的阳台。怎么着？你还想爬上去呀？你弟弟蒙兰越狱都失败了，你还想越狱吗？你能爬上去都算我输。我的话音刚落，这家伙真的就尝试了。他用手摸了下，站立起来刚好能触碰到，刚好能触碰的高度，想要爬上去怎么可能呢？这动作想干嘛呢？哎呀妈呀！他抓了上去。大哥，这是要拆，他不是要上。就连游客都认为他是要拆，而不是要上去。哎呦，哇，这得下来了。结果下一秒，这一操作不仅我惊呆了，就连游客都惊呆了。万万没想到他真的就要爬上去。蒙丹，这得喊保安了。这一举动立马惊动了奶妈还有保安。蒙丹，下去！本来蒙大都要成功了，结果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蒙大最终放弃了越狱。哎，下来了啊！虚惊一场，真的是下来了。哈哈，肚子都要被蒙大笑疼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奶爸来给蒙大加餐，因为蒙大正在睡觉，为了叫醒蒙大，奶爸就想通过锁撞铁栏的声音，让蒙大从睡梦中醒来。果然这招很管用，蒙大一下就醒了过来。但被强制开机的蒙大懵逼的同时非常懵逼。就这样，蒙大抬着脑袋在原地愣了10几秒后，直接在现场演示关机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肚子都要笑疼了，甚至他还动了一下脚。看到蒙大醒了又倒下了，奶爸继续开启唤醒服务。蒙大刚躺下，又抬起了头。蒙大心里苦呀，睡个觉容易吗？好不容易睡一会，怎么总是打扰自己呢？他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古爹，当场就对着古爹翻了几个白眼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最后蒙大还是起来了，并大口的炫食物。只是炫食物时，小眼神有点不对劲呀，怎么对着奶爸又翻白眼了？注意他的表情，咬笋笋时都带着一股怨恨，这是把笋笋当作古爹了吗？蒙大吃完笋笋后，然后又躺下了，继续刚开始没有做完的美梦。突然少喊奶妈叫了他一句，结果蒙大不仅立马醒来，还飞快地跑向奶妈，并在现场不停地和奶妈互动。刚刚奶爸叫他时，他一动不动，
翻完白眼后，直接倒头就睡。现在轮到少喊奶妈叫他，别提有多主动了。看来蒙大只敢拿捏奶爸，不会拿捏奶妈呀。怪不得北洞只有奶爸郁闷，没有奶妈郁闷，原因便是北洞的大熊猫都去拿捏奶爸了。这只大熊猫躲在桌子下不敢出来，其他小熊从旁边路过，它都吓得叫出怒吼声。它的名字叫做艾丽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的艾丽刚从野培回来，然后插班与二巧他们同班，组成了后面大家熟知的风六美女团。由于此时的艾丽比较怕生，看到他熊，吓得躲在了桌子下不敢出来。何其从他身旁路过，他都吓出了狗叫声。何其他们几个表现得很满，面对这个新来的朋友，他们都在一旁静静观看，给予了艾丽最大的包容，也主动的想与艾丽成为朋友。这时的艾丽太过胆小，合班的第一天，吃喝拉撒全在桌子下，一有动静就警惕着四周。双喜想和他玩耍，他都吓了一跳，然后对着双喜怒吼，被吼后的双喜则可怜巴巴的退了回去。不管谁一靠近，艾丽都如临大敌，看似非常可怜，实际上这也是她熊生的一节课。即使其他熊吃东西时，艾丽也离得远远的，躲在桌下不敢出来。这像极了我们人类上学时刚转入新班级的第一天，孤独、害怕，对周围一切感到敏感。当其他小熊到室外玩耍时，艾丽这才敢从桌子下出来，起身在室内走走，左看看又瞧瞧，看他在铁门旁蹲下的动作，可以看出他很想出去玩。第二天上班，渴望朋友、渴望玩耍的艾丽大胆地从桌子下走了出来。她小心翼翼地走向他熊，就这样，她迈出了自己熊生的一步，不再那么敏感，睡觉也敢睡在凳子上了。慢慢的，她与大家打成了一片。就这样，她和双心、双喜、二巧、艾丽、何琪、何美组成了风六美女团，努力地接受着新生活。和大家玩熟后，结果最调皮的就是她。在回看艾丽合班时的场景，只觉得好可怜；再看她和大家打成一片时的场景，差距真的是一目了然呀。到萌兰这个绝望无助的画面，我真的要哭死了。从小，他本是要被治愈的小熊，却用自己的行动治愈着别人。世界破破烂烂，萌兰缝缝补补，没想到最后他把自己补进了牢笼。我说他是居住条件最差的大熊猫，应该没人反驳吧？我们先来看看萌兰的那场。几年前，萌兰的内饰就是这样，又小又破，除了寒酸，我真的找不到什么词来形容，真的就和监狱一般。可就是在这么差的那场中，萌兰一住就是6年，而且他每天还能乐观面对，我真的哭死了。他真的在努力着治愈着自己，换做其他小熊的话，估计早就刻板了。真的，萌兰已经为北洞赚了很多钱了，给孩子条件改善改善吧。都说北京寸土寸金，外场小我就不说了，关键他的玩具都被无情的大铁链给锁了起来。北洞就不能学栾川吗？给孩子玩高兴了，他还会想着越狱吗？这是萌兰以前的院子，他通过透明的玻璃和铁栏还能看到外面。第一次越狱后，你们加高了围栏和顶棚，前天因为爬到这上面，大家调侃他差点越狱成功，结果被北洞连夜焊铁皮，就连萌兰和奶爸交流的窗户也被焊死了。萌兰一有什么动作，北洞首先想的不是如何改造，而是想的怎么惩罚。反正萌兰一爬墙，立马焊死，进一步收缩萌兰的自由。萌兰院子本来就小，这下连交流窗都没有了，阳光也看不到了，这样跟监狱真的有什么区别？萌兰再怎么眼光开朗，也会被弄抑郁的。真的想把北洞的管理人员放进去住一下试试。萌兰这条件，说他是居住条件最差的顶流大熊猫，一点都不过分。朋友们，萌兰又有大动作了。继10月10日，萌兰拆除监控后，他今天又爬上铁门，再一次检查监控是否真的坏掉了。我们通过这2组视频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监控被萌兰拆掉后，还被工作人员拆走了。萌兰确认完以后，他接下来的一个动作，根据我的判断，他下一步即将开启越狱。众所周知，萌兰当年越狱，无论是技巧还是力量，那都没有问题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只学会了上墙，没有学会下墙。所以当年在最有希望成功越狱的时刻，他最终没有越狱成功的原因就是不会下墙。因此啊，萌兰觉得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。今天确认
监控坏掉无疑后，就开始练习下墙。即使条件有限，他依旧努力地为自己创造条件，把后脚伸高，模仿下墙的动作。今天我去北洞看他，看了他5分钟，有4分钟的时间里，他都在练习下墙的动作。那他到底有没有成功呢？可能这是很多姨姨们的疑问。朋友们，请不要眨眼睛，他下墙成功的画面也被我拍了下来。糟了，萌兰学会下墙了。再经过他几番练习，想必这下墙的技巧就能被他熟练掌握。你瞅瞅萌兰的表情，一脸的得意自豪。北洞要注意哦，萌兰从10月4日最开始的观察监控，再到10月10日的拆掉监控，以及今天的下墙动作，无不展现着萌兰对越狱的执念。